你血口喷人！沈兰，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少在这里空口白牙的诬陷本郡主！你在打我！沈兰，你没有证据，凭什么打我？没有证据，本宫就不能打你了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本宫是大周的四公主，本宫说的话就是证据。三位殿下，此法乃是古籍残篇所在，以血炼药，有损龙体，万不可行啊！当年小妹为救那个男人以身饮毒，毒素伤了根本才变胖，我们这点血算得了什么？太好了，小妹体内的毒素能解了。玉嬷嬷，你将此药立刻带出宫，司机喂给小妹服下。老奴遵命。1、2、3，夫人，您再把手骨收一收啊！收了，已经收的不能再收了。夫人，这针塞不进去啊，要不咱不带了？不行，婆婆今日肯把祖传的镯子给我，让我带着出席云深的接风宴，是看得起我，是我作为将军夫人的体面，今天也必须带进去。可奴婢听说，将军此番凯旋，不仅带回了塞外战报，还带回了镇北王的郡主。3年前，裴云深身中剧毒，我将毒素引入自身为他保命，却一夜之间长胖300斤。裴云深为报恩求娶我，本朝驸马不可为官，我不想困住他的前程，便隐瞒了公主身份。夫人，3位殿下传信，已经向陛下请命，册封将军为兵马大将军。1月后举行册封仪式，您终于可以摆明公主身份，不受气了。对啊，夫人您是公主，就算是体态丰明些又如何？轮得到他们指指点点？太好了，皇兄们果然最疼我。3年内，3位皇兄派底下人手屡次助云深建立战功。册封仪式上，我要亲自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云深一定很高兴。恭喜老夫人，裴将军此番北伐立下不世战功，圣上龙颜大悦，已经下旨，1个月后就要正式册封裴将军为兵马大将军了。裴家这门楣真是贵不可言呐！同喜同喜，都是圣上恩典，我儿云深争气。只是这裴大将军什么都好，唯独家里那个正妻，今日这般大喜的日子，他那个上不得台面的肥婆怎么还没来？来做什么？丢人现眼吗？我听说他胖得像座肉山，往那儿一站，连路都走不动。让这么个200斤的丑妇当将军夫人，以后大朝会、宫廷宴，裴将军带他出去，岂不成了全京城的笑柄？提起那个蠢货，老身就晦气。要不是当初他沈家以救治我儿的恩情逼亲，我才不认这个儿媳。将军到，郡主到。他手腕上的镯子怎么跟婆婆给我的传家宝一模一样？哎呦，郡主可算来了，好玉称美人。郡主这天生尤物般的身段，真配我裴家的祖传玉镯。不像某些粗鄙肥硕之人，老身真怕他一身肥肉把镯子给撑裂了。什么？沈兰，你还真以为我给你的镯子是什么祖传宝贝？不过是老身随手在街边地摊上花了3文钱买的劣质货。婆婆，您亲口说这是裴家传给长媳。裴家真传的宝贝，自然是给郡主这样名门贵女戴的。就你那比腕还粗的手腕，镯子陷在肉缝里，连个影儿都瞧不见。戴真的不是糟蹋东西吗？3文钱的烂货当个宝，这商户女果然没见过世面。没想到当年的破落户裴家，竟然能出裴云深这个奇才，能当上大将军。沈兰，你这个肥婆当了3年裴夫人，现在也该让位了。沈兰，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就算刻意模仿宁月，也只是东施效颦。明明是婆婆够了，你非要毁了云深的接风宴吗？云深，此剑名为七星龙渊，是我为你凯旋特意备下的贺礼。七星龙渊，10大神兵之首，削铁如泥，据说前朝就已失传，竟然在他的手上。深蓝，刚才是我说重话了，你有心了。云深果然喜欢，不枉我求父皇命人花费2年时间从前朝亡灵中找寻得来。巧了，裴将军，月儿今日献上的也是镇北王府珍藏多年的宝剑七星龙渊。怎么会有2柄一模一样的七星龙轩？哼，郡主拿出的可是镇北王府的珍藏，而沈兰不过是个携恩图报强嫁进来的商户女，连手上的镯子都是地摊上的假货，这剑能是真的？他浑身上下除了肥肉，怕是没一件真东西。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云深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女人？我没有，这是真的，他的剑才是假剑。沈兰，3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般贪慕虚荣的女子？竟然拿假货逞威风！云深，我的剑才是真的，这柄剑是够了，错了就认，别让人笑话。既然都说我的剑是商户假货，郡主的剑是王府正品，那不如让2剑相击，真金不怕火炼。七星龙渊为万剑之首，削铁如泥，断的那把自然是仿冒的烂铁。荒唐，简直是无理取闹！一个满身铜臭的商户女，大字不识几个，懂什么世界？怕不是眼看谎言被戳穿，在这里泼皮无赖、胡搅蛮缠吧？闭嘴！沈兰，你个疯妇！今天是云深凯旋的大喜日子，你竟敢在这儿动兵戈！你是想诅咒我儿，存心触裴家的晦气吗？云深，你我成亲3年，你也觉得我在胡闹吗？哼，龙渊剑，当今陛下大张旗鼓找了2年都未曾听闻找到，你一个商户女怎么可能会有？我这把剑虽不是龙渊，却也是我镇北王府金刚打造的宝剑，2剑相碰，断的一定是你的破烂。老夫人息怒，将军，既然姐姐如此质疑我镇北王府的清誉，月儿若不答应，倒显得做贼心虚了。为了不让将军和姐姐生了嫌隙，便依了姐姐吧。冥顽不灵，沈兰，这可是你自己自取其辱。不用侍卫，我亲自来。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断的是谁的剑？我沈兰从不屑用假货。沈兰，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这剑是我父王亲手交给我的珍品，是你，沈兰，肯定是你！众目睽睽之下，断剑就在眼前，你还想狡辩？你这种满身铜臭的商户女，最懂这些偷梁换柱的下作手段。刚刚2把剑都过了你的手，一定是你嫉妒我，趁大家不注意，当众调换了2把剑。将军，月儿一心为你，却被这毒妇如此算计作践。呸！好个阴险恶毒的肥婆！难怪你敢主动提议事件，还非要自己动手，原来是早就把郡主的真剑调包了。就是，貌丑心更丑，竟然用这种卑劣手段来陷害郡主，简直无耻至极！你们都瞎了吗？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怎么当众调换？云深，你是武将，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有多荒谬吗？你信他不信我？够了，沈兰，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未嫌弃你貌丑如颜，你却嫉妒宁月郡主身份尊贵、样貌美丽，满腹算计，当众盗取她的宝剑陷害她。你连宁月郡主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快点给郡主道歉！我心思歹毒，我满腹算计。裴云深，你忘了当年是谁拿命把你从尸山血海里背出来的吗？是谁为了给你解毒，才伤了根本，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贱人，还敢拿当年的恩情要挟我儿！
你在接风宴上撒野，还敢盗窃行凶！老身打死你这个肥婆！你们看他那样，摔在地上都震起了3斤沉，连假镯子都碎了，真是个扫把星。就你这副模样，也配做我儿媳妇？实话告诉你，不仅祖传玉镯我给了郡主，下月大将军册封仪式上，我儿将用军功求娶宁月郡主为平妻。平妻？裴云深，你当年娶我时对天发誓一生一世一双人，如今你就要娶平妻？将军，算了吧，姐姐到底是对你有恩。月儿虽是镇北王府的郡主，带着10万大军的军权来联姻，但月儿不愿将军为难。听听，大家听听，郡主何等金贵，为了我儿连军权都不要了。沈兰，你再瞅瞅你这副肥猪样，成亲3年连个蛋都没下，让你占着正妻的位置，已经是我们裴家仁至义尽。让郡主入府当平妻，那是抬举你。抬举我？这将军府的一砖一瓦，哪一样不是花着我商户沈家的银子？呸！我花你钱是看得起你，哪有做媳妇不孝敬婆婆的？家门不幸，让大家看笑话了。今日接风宴招待不周，诸位请回吧。李姐姐，老夫人宽心，大将军家务事要紧，我等告退。沈兰，别挣扎了，你以为将军真的稀罕你当年的救命之恩吗？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200斤的肥婆，连多看你一眼都让人作呕。This fat woman is stupid. She doesn'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Let's get rid of her tonight and take all her money. I agree with you, old lady. She looks like a giant pig. We can put some poison in her soup tonight. Wait, don't kill her yet. The key to the Shen family's income is still in her hands. Get the key first, then let her die. Put some poison in my soup? Get the key first, then let me die. Is that your plan, General Pei? 你竟然能听得懂西洋文？裴云深，拿几个西洋鸟语当特权，当着我的面密谋杀人夺产，你们也配？姐姐不要杀我！将军，救我！姐姐恼羞成怒，她要杀我灭口。将军，月儿好疼啊！杀人了！云深，快杀了这个毒妇！毒妇，你竟敢当着本将的面行凶伤人！裴云深，他自己刺伤自己，这种拙劣的把戏你瞎了也看不出来吗？本将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你这个贪婪嫉妒、满腹算计的丑陋肥婆！郡主高贵善良，怎么可能用自己的命来陷害你？丑陋肥婆，裴云深，你忘了3年前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副鬼样子吗？当年的七星海棠是我用身体把毒从你体内引出来的，是我拿命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沈兰，本将今天明确告诉你，我宁愿当年被毒死，也绝不稀罕被你这个肥婆用救命之恩相持一辈子。娶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沈兰，别再跟本将提什么救命之恩。这3年，本将让你坐稳了将军夫人的位子，享尽了荣华富贵，让你一个市井商户女享受到不该有的体面。这滔天的恩情，本将早就还清了。荣华富贵，体面。裴云深，你摸着良心看看我这满身的肥肉，要不是为了给你引出七星海棠的绝毒，本宫何至于？为什么？这就是我隐瞒公主身份，拿命爱了3年的男人。如今本将立下不世之功，封赏在即，圣上圣明，定会赐本将一位名门淑女为配，而不是让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丑陋肥婆留在这里，永远当本将人生里的污点。将军莫气，姐姐许是在商贾之家泼辣惯了，最是不懂尊卑。今日既做错了事，若不立立规矩，传出去，倒显得我们将军府没有家教。郡主所言极是，既然话都挑明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郡主受了惊吓，你这做正妻的必须跪下敬茶认错，这平妻之位你不让也得让。跪下，给郡主奉茶赔罪。
他自残陷害我，你让我给他跪下敬茶。裴云深，你当真瞎到了这种地步？敬了这杯茶，你依然是裴夫人。若是不敬，今天就拿着休书滚出大将军府。姐姐，请吧，别让将军和老夫人久等了。裴云深，你真的要看我受这种作践吗？这是你欠月儿的。贱妇，还敢顶嘴，给老身跪下！姐姐手抖拿不稳，那月儿便亲自为姐姐喝了这杯认错茶。跪下去！成了，终于成了！三位殿下不惜耗费龙体圣血，终于把神药炼成了。今日又是驸马加封的接风宴，老奴这药送来，公主便能解了这3年的剧毒，恢复绝世容颜，这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呐！公主，老奴给您送喜信儿来。尝尽百草，一身饮毒。裴云深，本宫这3年为了狗了。晦气，真是个疯妇，装模作样，死肥婆命大得很，抬出去，别死在老山的正厅里，挡了裴家的财运。裴云深，你会后悔的，你裴家上下终会有跪在地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天。公主，您身子本就被那七星海棠的万毒折磨了3年，伤了根本，如今又遭逢大怒大悲，以致万毒攻心，毒血逆流，这才吐血昏迷呀。他要去平息，他说娶我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殿下，为了一个裴云深，您隐姓埋名，生生把大周第一美人的绝世容颜毁成如今这副臃肿模样。老奴敢问殿下一句，您后悔了吗？后悔了吗？只要能解他体内的七星海棠，无论代价是什么，哪怕要本宫以身饮毒，容颜尽毁，本宫也绝不后悔。求神医救他。阿兰，你为了救我才变成这副模样，我裴云深若是嫌弃你，便连畜生都不如。我对天发誓，我娶你绝非为了报恩，而是真心爱慕。此生此世，我只要你一人，一生一世一双人。若有背叛，叫我万箭穿心，死无葬身之地。3文钱的假镯子碎了，我的痴梦也该醒了。公主，咱们现在就回宫，再也不管裴家那群狼心狗肺的畜生了。回宫？不，本宫不走。公主，裴云深拿我的沈家家产去养外室，裴老夫人踩着我的脊梁骨作威作福。今天他们还想灌我毒茶，逼我让位。嬷嬷，今天本宫要亲自回一趟将军府，把这3年裴家欠我的账一笔一笔当面算个清楚。云深，我真的好疼，那断剑扎进去的时候，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姐姐定是恨极了我，才会下这样的死手。那个死肥婆，不仅心肠歹毒，还克死了裴家的祥瑞。她那一剑不仅是扎在郡主身上，更是扎在老身的心窝子上啊！这种当众行凶的妒妇，若非看在他沈家那点财力还能为本将所用的份上，本将昨日就该将他乱棍打死。留着他，不过是看他还有几分利用价值罢了。这种无才无德、貌丑如猪的货色，哪还有脸当正妻？依我看，那宽敞华贵的主院他也不配住了，何该让给郡主养伤才是。哟，这祸害回来了。沈兰，老身正式通知你，这主院从今天起归郡主了。你这种粗鄙之人，只配去后院的柴房歪着，别在这儿碍了郡主的贵气。
老夫人快别说了，我看姐姐脸色不好，若是姐姐不同意，月儿受点委屈助偏烦也是应该的。左右不过是伤口受不得潮，月儿忍忍便是。月儿，你就是太善良了。沈兰，你昨日盗剑行凶，今日还没找你算账，这主院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裴云深，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主院，那我便让给你们做灵堂。报！紧急奏报！公主在裴大将军接风宴上被裴家母子百般羞辱，甚至被强灌滚烫毒茶，当场吐血昏迷。是我苏家皇室给了她权，小妹给了她命，她竟敢这样践踏我大周的嫡长公主！孤以为给小妹选了一个良人，没想到是选了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传姑敕令，点齐东宫300金甲禁卫，随姑血洗将军府，接小妹回家。大哥，这种畜生何须禁卫？臣弟今日要亲手拧下他的狗头！闭嘴！你这个贱妇，少在这挟恩图报！你无才无德，还貌丑如猪，让你去助废院是老身的恩赐。你今天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云山，把这休书给他，今天由不得他放肆。不听话就直接给我滚出裴家大门！裴云深，这也是你的意思？本将如今深受陛下器重，几位皇子更是对我青睐有加。下月册封大将军后，本将便是满朝武将之首。本将的前途不可限量，怎么能再要一个满身铜脏、长得像个怪物的商华大胖子做正妻？没错，沈兰，本将劝你识相点，拿着休书，给你沈家留最后一点体面。疯了！你这个肥婆疯了！你以为撕了休书你就还是将军夫人吗？你这是害怕的失心疯了吗？怕？你想休我？裴云深，就凭你也配？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今日不是你裴家休我，而是我沈兰休了你裴云山。沈兰，你莫不是被气糊涂了？全天下哪有女人休夫的道理？云深哥哥1个月后可是要册封为兵马大将军的，你一个商户大胖子，居然说要休一位一品大将军，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你以后可千万别跪着求回来。兵马大将军，裴云深，你觉得你那10万大军和战功是怎么来的？要不是本宫的大哥暗中调兵，二哥为你打通军需，三哥在战场上为你挡下明枪暗箭，你裴云深连个马夫都不配当。没有我皇室苏家，你屁都不是。后悔？裴云深，该后悔的人是你。你们就擦干净脖子，慢慢等着1个月后那场所谓的大将军册封仪式吧。嬷嬷，叫上沈家所有的商队和家丁，把大将军府里属于我沈兰的嫁妆、银子，哪怕是1颗螺丝钉，全部给我搬空，1文钱也别留给这群叫花！老奴遵命。小妹，你怎么自己走出来了？玉嬷嬷信里说你吐血了，是不是裴云深那个畜生一家欺负你了？小妹，告诉皇兄，他们动你哪儿了？妈的，老子现在就带兵冲进去，把裴家那群有眼无珠的狗杂碎全剁了喂狗！哥，别去！小妹，你别怕，哥给你撑腰。哥，我后悔，当年是我瞎了眼，不听父皇和哥哥们的话，放着高高在上的储君不当，偏要拿命去赌一个白眼狼的真心，是我错了。傻丫头，不怪你，是那群畜生该死。跟哥哥回家，父皇在宫里等你，想的都病了。对，回家。
现在弄死他太便宜他了，本宫要让他爬得有多高，到时候就摔得有多惨多绝望。好，便依小妹，让他们再苟活1个月。好啊，沈兰，本正就说你今天怎么敢这么硬气，甚至还敢写什么休夫书。原来你是在外面有了野男人，早就给本将戴了绿帽子。哪来的野狗，也敢碰我妹妹的马车！裴云深，大礼已经备下，1个月后，本宫在册封大典上等你们裴家9族来跪拜。走，迎公主回宫。沈兰，你这个下贱的荡妇！你以为找了几个上回护卫当靠山，就能跟本将斗？本大将军1个月后就会封王拜相，到时候本将定要让你和你的野男人死无葬身之地，你一定会后悔的！裴云深那个狗东西，他在边关征战3年，是小妹你用沈家的银子养活了他全家。是你在西夏侍奉那个恶婆婆，她发达了，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娶平妻踩你的脸。兰儿，是皇兄们没护好你，让你在那狼窟里受了3年的苦。事发匆忙，在将军府门口没来得及给你，这是我们3兄弟合力赋予皇室秘方和……这是你们用龙体圣血炼的，我不吃。小妹，这3年我试了无数名医，都说这毒入骨髓根本没救了，我不能再为了这张脸让哥哥们伤了身子。哎呦，小妹，你要是不吃，这血可就白流了，割这伤口白割了，疼死我了！你忍心看哥哥们的一片心意打水漂？傻丫头，做哥哥的不就是给妹妹遮风挡雨的吗？吃了吧，万一成了呢？还是没有。小妹，你的身上……嬷嬷，备水，快备水！天哪！你们快看，这水都换了5茬了，还是黑的。刚才嬷嬷亲手帮公主揉搓，说那身上的泥垢掉下来，足足有10几斤重啊！怎么还没出来？这都洗了1个时辰了。不要着急，我们要相信兰儿。小妹，你回来了。哥哥，我不胖了。裴云深嫌我丑，嫌我肥。1个月后的册封大典，本宫要裴家人永生难忘。贺喜大将军！今日册封之后，您就是大周的武将之首，裴家可真是登天之事啊！老身早就说过，我儿云深是翱翔9天的龙，某些浑身铜皱的市井肥婆，就算拿命来贴，也配不上我儿的通天前程。沈兰那个大胖子，现在恐怕正躲在老家哭吧。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刚被休，裴家就成了全京城最惹不起的贵族。听说，今日不仅3皇子亲临送印，连圣上最宠爱、极少露面的4公主也要亲临会场。
公主是那位一副画作惊艳天下，被3位战神皇兄捧在手心里的嫡长公主。正是，这位公主殿下若是能看谁一眼，那人便是一步登天，全京城的勋贵才俊，谁不想吃上四公主这碗顶天立地的软饭？云山，听见没有？等会儿四公主到了，你一定要好生讨好。若是能得公主一分青睐，你这大将军的位子可就焊死了。四公主才貌绝世，比起那个200斤的丑陋蠢妇，只有这大周最尊贵的凤凰才配站在本将身边。四公主殿下驾到！云深，快上去拜见，这可是咱们裴家的通天大运呐！抓住这次机会，你以后就是驸马爷了。臣兵马大将军裴云深参见四公。裴将军，别来无恙啊！你是沈兰？臣裴云深，方才见殿下绝世容颜，一时间竟看失了神，失礼之处还请殿下恕罪。殿下之美，传闻不及万一。云深哥哥，他的长相，这位贵人怎么跟那个被赶出去的死肥婆美人长得一模一样？裴将军，你刚才盯着本宫看了那么久，怎么，成亲3年，你当真不认识本宫了？不可能！你是高高在上的四公主，那个贱妇是个200斤、满身铜蒜、面目可憎的肥婆。你口中那个面目可憎的肥婆，就是我。她怎么可能是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什么？大将军说什么？四公主是他那个上寿肥婆前妻？我的天，这也太离谱了！裴将军这是瞎了眼吗？放着四公主不要，居然要那个宁月郡主？对，一定是假的！沈兰那个肥婆早就被云深哥哥一脚踢得半死，现在指不定烂在哪个泥潭里了！你这个冒牌货到底是谁？裴云深，怎么，你连这处昨日亲手用剑刺中的伤口都不认得了吗？裴云深，本宫当年为了救你，以身饮毒，才导致容颜尽毁，体态臃肿。你嫌本宫冒丑，纵容恶母百般羞辱。你贪慕权势，勾结外室自残陷害，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昨日本宫在这休夫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今日大周四公主苏兰正式罢黜驸马裴云深。真的是休夫书，他竟然真的是当朝四公主殿下！不，这不可能！老夫人，你快醒醒啊！沈兰不过是个家里有点臭钱的市井文盲，她怎么可能是金銮殿上的贵人？冒牌货，一定是沈家花大钱请来演戏的狐狸精！那个死肥婆天天在府里给老身洗脚水，她要是公主，老身岂不是王母娘娘？大周律列，凡上主者，不得执掌军政大权，终生不得为官。裴云深，本宫隐瞒身份嫁入你裴家，不过是不想用驸马之名困住你的前程。这3年，本宫暗中调动大内龙卫，为你挡下战场明枪暗箭。本宫耗尽沈家万贯家财，为你买战马发军饷。本宫只想等你建功立业，加封大将军之日，再向父皇请旨公开身份。可本宫千算万算，没算到你发达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放言嫌弃本宫容颜丑陋，甚至迫不及待的要更换你的枕边人。编，你继续编！沈兰，你为了给自己的放荡找借口，竟然连这种齐天大谎都编得出来！本将这3年的战功，那是本将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跟皇家有什么关系？没错，云深哥哥立的是不世之功，
你这个贱妇，为了高攀，竟敢当众冒充四公主！冒充皇室储君，那可是要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死罪。沈兰，你要真是公主，你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呀！拿不出来，今天老身就让云深进宫面圣，治你一个凌迟之罪。对啊，四公主从未在外露面，这长相谁也没见过。不见棺材不落泪，想要证据，本宫成全你们。九龙金牌是圣上的如朕麒麟金牌，吾皇万岁万岁！假的，这也是假的！诸位大人别被他骗了，这个奸妇连龙元剑都敢伪造，还有什么是他不敢伪造的？这块牌子一定是他找市井铜匠私自铸造的赃物。来人，快来人啊！这个商户肥婆通贼叛国，不仅冒充四公主，还伪造圣上金牌！你们快把他乱棍打死！打死他！反正今天已经把他得罪死了，如果他真的是四公主，镇北王府和我今天都得死。他绝对不能是真的，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必须在这儿弄死他！天下谁人不知，宫里那位四公主才貌双洁，六艺样样精通，尤其是画艺，一幅《风雨江山图》被圣上赞为当时神作。而你沈兰，你不过是个连字都写不明白、满身铜臭的商户女，你配拿画笔吗？你若真是四公主，你敢不敢当着全京城文武百官的面，当场和本郡主比拼画艺？对，月儿说的对，你若是真的，你敢比吗？如果你输了，你就是冒充皇室的逆贼，本将今日便可将你当场正法。宁月，本宫本想给镇北王府留最后一条生路，可你偏要带着整个裴家往断头台上撞。既然你想自寻死路，本宫今日便成全你。来人，备文房四宝，铺百里宣旨。本宫今日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赌你镇北王府上下的100多条人命。沈兰，画纸已铺，你一个连字都写不明白的草包，今日若是拿不准这画笔，本将当场就能治你个齐天大罪。裴大将军，比起本宫能不能拿稳这支笔，你不如先睁大眼睛看清楚，等会儿到底是谁输得无地自容。全军听令，给本将全速前进！今日若不把那大将军府拆成平地，我大周皇室威严何在？沈兰，你这个被休的死肥婆，我宁愿自幼跟着江南华圣学艺，一幅万寿无疆图名动京城，你一个满身铜雀的贱妇也敢跟我比花花？今天我不仅要在画纸上把你彻底拆穿，还要让你在全京城面前丢尽脸面。沈兰，你现在装腔作势给谁看？本郡主3岁习画，5岁拜入名师门下，论画艺，全京城谁能胜我？今天这场比试，你输定了！宁月，你以为你懂什么叫画艺？当年本宫在内阁用天子之笔批阅江山万卷时，你还不知道在哪个泥潭里扑腾。父皇龙案上的风雨江山图，本就是本宫为了大周国运一气成画。今日本宫便在这大将军府将你那点骄傲当场碾得粉碎。宁月，自不量力的人本宫见得多了，本宫今日就站在这里，看你怎么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本郡主今日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世神作。等本郡主落笔之时，就是你原形毕露之日。好啊，那本宫今日便在全京城面前让你开开眼界。宁月，
既然你对自己的画技这么有信心，不如我们加点彩头。光是这么比试，未免也太无聊了。这沈氏女也未免太狂妄了。宁月郡主的画技可是尽得江南画圣真传，在这京城之中，除了那位精彩贾艳的四公主殿下，谁能尽压郡主一头？就是，她一个浑身铜臭的商户女，怕是连画笔有几根毛都没数明白，竟然还敢主动加赌注，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月儿，既然她上赶着自取其辱，那你就成全她。本将今日倒要看看她拿什么来收场。好啊，本郡主求之不得。沈兰，你想赌什么？很简单，若本宫赢了，你宁月跪在将军府大门口，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张嘴认错，并大喊3声“我是贱人”。好，那若是本郡主赢了，我要你沈兰扒光衣服跪在正堂，当着百官的面给本郡主磕100个响头，承认你是个冒充皇室的荡妇。一言为定。哼，那本郡主就先落笔，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云泥之别。好。神迹，这是神迹啊！画功入骨，竟然能引来真蝶驻左。沈兰，看到了吗？这就是月儿的实力，引蝶入画，前所未有。这一局你已经输了。沈兰，本郡主已经画完了，现在轮到你了。你那双拿惯了算盘的脏手，可千万别抖啊！贱妇，还不快跪下！你输定了！等下看我不撕烂你这张假脸，把你这个假冒公主的逆贼关进水牢！姐姐，事实胜于雄辩，现在跪地磕头求饶，本郡主或许还能求将军给你留个全尸。裴将军，比试还没结束就急着庆功，本宫可不像你，还没上场，骨头就先软了。沈兰，你拿笔也没用，刚才铺纸的时候，我已经在那支笔的笔头里掺了软骨散和废沫，只要你一用力，笔尖就会当场炸开，让你这辈子都画不出一个整圆。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沈兰，别垂死挣扎了，你一个连《论语》都背不全的商户女，画出来的东西怕是连给月儿擦鞋都不配。四公主可是神画手，若她画不出来，那这公主身份可就真的是死罪喽。既然你们想看，那本宫今日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画外之意。王八！大家快看，这就是四公主画的神作，连我家3岁的重孙画的都比这强。真是活久见，拿只王八来冒充神话，这沈氏女怕是失心疯了，想以此来羞辱我等智商吗？沈兰，画出这种污秽之物，不仅是自取其辱，更是亵渎皇室。来人，把这逆贼拿下！够了！沈兰，你闹够了没有？拿着一张废纸在这装疯卖傻，把本将的脸都丢尽了！赶紧滚过去给月儿磕头认错，或许本将还能求情留你一命。裴将军，你仔细瞧瞧，这画哪里不对了？这缩头缩尾、忘恩负义的样子，不是跟你裴大将军长得一模一样吗？绝了！这王八简直是给裴将军量身定做的啊！贱妇，本将杀了你！裴大将军急什么？本宫方才说了，这画儿还没画完呢。还没画完？沈兰，就算再给你画1万年，你这王八也变不成凤凰。输了就是输了，少在这儿拖延时间。画呀，你继续画。那笔里的药劲儿已经透进去了，只要你敢动大笔，这笔杆子就毁。沈兰，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你这冒牌货了，笔断墨崩，这就是大凶之兆，你还敢说你没输？沈
兰，笔都断了，你还拿什么话？你现在就给本将滚下来，别在这儿把沈家的脸，把大将军府的脸都丢尽了！疯了！这沈氏女彻底失心疯了，眼看比不过郡主完不成画作，居然开始自暴自弃，在这当众泼墨乱来了，真是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戏。姐姐，本郡主劝你别挣扎了，把画纸全毁了，难道就能掩盖你是个草包的事实吗？指头蘸墨，沈兰，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雪，好大的雪！本官怎么置身在寒冬雪地里了？好冷！这不可能！成亲3年，本将一直以为她是个胸无瘪沫的粗鄙商户女，她居然藏着如此绝世的画艺，这种才华，这种风骨！诸位大人，如今2幅画墨皆已完成，你们来告诉本宫，这一局是谁赢了？四公主殿下以手代笔，泼墨成神，此画只应天上有，自然是四公主殿下赢了。对，四公主殿下技高一筹，微臣心服口服。闭嘴！闭嘴！他作弊！她一个商户女，怎么可能画出这种东西？这局不算，她绝对不可能赢！我明明……你明明什么？我没说什么，本郡主是说你肯定是用了妖法。明月，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你明明在铺纸的时候，派人在本宫的画笔里下了软骨死，甚至震断了笔杆，本宫为什么还能赢？你血口喷人！沈兰，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少在这里空口白牙的诬陷本郡主！你敢打我？沈兰，你没有证据，凭什么打我？没有证据，本宫就不能打你了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本宫是大周的四公主，本宫说的话就是证据。沈兰，你不讲道理，你就算真的是四公主，大周也有王法，你凭什么用权势压人？不讲道理，用权势压人。宁月，本宫问你，昨日在将军府偏院，你自残重伤，诬陷本宫盗宝行凶，调换大将军的佩剑陷害你的时候，你有拿过证据吗？我那是大伙亲眼看见的。怎么？轮到你用身份压人的时候，就是顺应天理；轮到本宫用身份治你的时候，就成了不讲道理。不管怎么说，你刚才就是无凭无据动手，这全京城的百官都在这看着呢。现在本宫赢了，本宫的画艺压得你抬不起头，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四公主殿下画艺通神，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老身不信，你们别被这贱妇骗了。她要是四公主，怎么可能在我们裴家当了3年的受气罗？对呀，大将军这3年来深受几位皇子青眼，尤其是掌管3军的三皇子殿下，在边关对大将军更是颇多照顾。没错，大将军是三皇子的人，要是大将军的夫人真的是四公主，三皇子怎么可能一个字都不透露？这里面绝对有诈！沈兰，你差点连本将都给骗了。本将在边关3年，与三皇子殿下同吃同住，共同杀敌。三皇子殿下英明神武，最是疼爱四公主。可他提起四公主时，从未说过那是你这个商户女。裴云深，你真以为我那3个哥哥在边关照顾你，是因为你那点微末的战功？要不是本宫暗中求了父皇，跪着拜托3位哥哥千万不要暴露本宫的身份，一定要在战场上保你一条狗命，你裴云深早就成了一堆枯骨。编不下来了吧，贱妇！本将劝你现在就跪下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今天可是本将的大将军册封仪式，识相的赶紧滚，否则等会儿三皇子殿下亲临宣旨，本将定要让他要你好看。裴云深，你刚才说你要让谁好看？三皇子殿下，
来的正好啊！您快瞧瞧这个死肥婆，她不仅写什么休夫书，现在竟然还敢冒充您最疼爱的四公主殿下！殿下，这商户女狂妄至极，竟敢伪造9龙金牌，冒充皇家储君。现在正主来了，看他还怎么装下去！冒充三皇子最宠爱的妹妹，这贱妇今日注定要完蛋了！请殿下下令，将这逆贼当场拿下，乱棍打死！殿下，臣在边关为您出生入死，如今加封大将军，却在册封宴上被这冒牌货百般羞辱，求殿下出手，狠狠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妇！哦，你们想让本宫怎么收拾她？殿下，最好先狠狠扇这贱妇一个大耳光，先把她那张假脸给老身抽烂，灭灭她的威风，让她知道尊卑。先扇一个耳光，灭灭威风。对，殿下，打死他，让他跪在地上给大将军赔罪。殿下，你是不是打错人了？这贱妇才是冒牌货，臣才是奉您的命令，在边关为您杀敌的裴云深啊！打错人？本宫是看删了他们，漏了你这个狗东西！瞎了你们的狗眼！在边关3年，本宫是看在小妹的面子上才保你一条狗命。你们裴家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京城欺负到本宫小妹头上！裴大将军，本宫方才就说过，别急着让别人好看。不对，老身不服！殿下，你别被他下蛊了！这死肥婆要是公主，她昨日怎么可能给我儿送一柄假的龙元剑？她连镇国宝剑都敢拿假的骗人，她怎么可能是真的四公主？没错，全天下的勋贵都知道，圣上找了那柄象征兵权的龙元剑整整2年，至今都未曾找到。沈兰，你拿出一柄假剑当众糊弄，你就是死罪！假的？圣上找了2年，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就是真正的龙渊。圣上在宫里找了他整整2年，就是为了赐给我们小妹。这柄剑是前天晚上本宫亲手交到小妹手里的，你娘这个老货竟然敢说这是假的！殿下息怒，是臣有眼无珠，是臣家教不严，四公主殿下，臣知错了。公主，云深是一时糊涂，受了宁月这贱人的蒙蔽。咱们3年夫妻，您再给臣一次机会。裴云深，你这变脸的速度比边关的风沙还要快几分啊！殿下，臣在男女之事上的确有愧，但臣在边关杀敌报国、镇守疆土的军功那是实打实的。大将军说的对，三皇子殿下，功是功，过是过。大将军在漠北一战定乾坤，这是全天下都看见的。殿下，如今吉时已到，圣上册封臣为大将军，统领3军的圣旨，不知什么时候到。只要圣旨一到，臣定会带着全家给公主赔罪。圣旨？圣旨？裴云深，别等了，这道册封圣旨永远都不会到了。哼！裴云深，你欺负了本宫的亲妹妹，作践了我大周最尊贵的4公主，你竟然还妄想加官进爵，手握3军兵权，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呢！还有，你刚刚求饶求错人了，转过去给本宫小妹跪地磕头，她不原谅你，你这所谓的兵马大将军想都别想！公主，臣知错了，臣有眼无珠，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求公主看在臣3年为国尽忠，饶了臣这一回吧。裴大将军，你刚才那股大周战神的傲骨呢？怎么说跪就跪了？裴云深，既然你要求本宫，那就拿出你全部的诚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过来，给公主跪地道歉求饶！裴云深这个软脚蟹，遇到点事就给女人下跪自贬，
要不是我父王说你的兵马还有大用，本郡主早一脚把你踹进阴沟里了。你给我等着，等今天过了，本郡主定要让镇北王府的私兵将你碎尸万段。公主殿下，是老婆婆我有眼不识泰山，老婆婆我给您做牛做马，求您饶了将军府吧。四公主殿下，明月知错，求殿下宽恕。公主，这下可以了吧？你是不是可以原谅臣了？是不是可以让三皇子把圣旨还给臣了？既然你都这么诚心诚意的求本宫了，求本宫也没用。裴云深，你真以为跪下掌水磕几个头就能换回你的大将军高位？我小妹金口玉言，说了你当不成大将军，你这辈子下辈子都只能是个废人。就算当不成大将军，我们裴家还有那8条日进斗金的商行，云深咱们还有钱，怎么不怕他们？老夫人，看来你真是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连脑子都跟着坏掉了。传本宫口谕，即刻查封大周境内所有由公主府调拨资源开设的裴氏商行，断其货路，收回商铺，查抄所有账目银两。本宫倒要看看，没有了本宫的权力资源，你裴家还能剩下几文钱？沈兰，你不能这么绝！你3年前嫁给我的时候，明明说过要一生一世辅佐本将的，你把商行都收回去，是想逼死我们全家吗？裴云深，本宫以前总觉得只要本宫倾其所有就能换来你的一真心，可本宫后来才明白，这世上的男人啊，一有了钱就会变坏。你之前不是很后悔本宫用药救了你吗？你不是觉得本宫满身铜奏，宁愿死也不要本宫的施舍吗？哼，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你们裴家就给我彻底滚回3年前那饭都吃不饱的破落户时代吧。三哥，这出跳梁小丑的闹剧也看腻了，咱们走吧。好，依小妹的意思，咱们回宫。全完了，大将军没了，商行被封了，我裴家彻底全完了。不，没完！云深哥哥，你清醒一点，那个贱人根本不是四公主。你说什么？连三皇子和9龙金牌都出来了，怎么可能是假的？你想想看，皇室有多疼爱那位四公主，那可是圣上的掌上明珠。当今圣上怎么可能让最尊贵的四公主为了你以身饮毒？可刚才三皇子殿下对那死肥婆，那可是百般护着呀。老夫人，这大周朝勾引皇子的狐狸精还少吗？沈兰那个贱妇分明是使了狐媚手段，成了三皇子的私密姘后。要不然她要是真贵为公主，怎么可能任由您在府里欺压了整整3年而不敢还手？对，玉儿说的对，金枝玉叶怎么可能在裴家洗碗端茶？那个贱妇定是靠着姿色爬了三皇子的床。可就算她是姘头，大将军也是三皇子管着的兵部给弄没了呀。云深，咱们现在可怎么整啊？三皇子不过是掌管兵部，他能大得过储君？在这大周朝廷里，真正说的算，真正能一掌定乾坤的，那是当今太子殿下。云深哥哥，咱们现在就背上厚礼去求太子，只要太子殿下肯为你出头，别说一个大将军，就算是三皇子和沈兰那个贱妇，也得在太子面前跪下认错。云深哥哥，再过几日便是东宫的赏花宴，圣上要为太子殿下册选太子妃，届时满朝文武都会带家眷出席。对，赏花宴，只要本将在赏花宴上博得太子殿下欢心，区区兵部和三皇子根本奈何不了本将。没错，我镇北王府早已备下价值连城的重礼，届时本郡主会亲自引荐你面见太子。至于沈兰那个靠身体依附三皇子的贱妇，本郡主要在赏花宴上让她沦为全京城的笑那裴家当真吃了雄心豹子胆，朕捧在手心里的四公主竟在他们家受了3年作践。兰儿，朕这就下旨，将那裴云深和裴氏9族统统赐死，凌迟处死，为你泄愤。父皇息怒，直接赐死未免太便宜他们了。本宫要留着他们，亲手把他们裴家的骨头一根一根的捏碎。好，依你。不过几日便是你太子的东宫赏花宴，朕决定将这场宴会全权托付给你来操持。兰儿啊，那裴云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朕这次让你操持宴会，其实是想让你在满朝文武的俊杰里好好挑挑美男，只要你看上的，哪怕选3个、5个，通通收进你公主府当面首也无妨，朕给你撑腰。哈哈哈哈哈！这可是漠北进贡的万年血珊瑚，为了云深哥哥的前程，本郡主可是下了血本的。哟，本郡主当是谁呢？这不是那个靠着爬床依附三皇子的商户女沈兰吗？沈兰，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今天可是太子的东宫赏花宴，满朝文武皆是显贵。三皇子果然不在，看来月儿说的对，这个贱妇果然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姘好。今天没有三皇子给他撑腰，本将看他还怎么垮。沈兰，离了将军府，你连东宫的门房都不如，没有大内龙卫护着，你以为你进得去这道大门吗？哼，赶紧滚吧，省得在这丢人现眼。裴云深，本宫进不进得去不知道，但本宫知道，等会儿你们会哭得很惨。这个商户女没有请柬，意图私闯东宫重地，图谋不轨，快把她抓起来，乱棍打出去！请诸位凭请柬入内，莫要在东宫门前喧哗。云深哥哥，咱们走，让这个见不得光的私门聘会在门口喝西北风吧。王大人，这吉时已过，怎么迟迟没有开席啊？太子殿下为何还不现身？云深哥哥，你有所不知，那把椅子放的位置比太子还要尊贵，听闻是圣上特意为宫里那位从未露面的四公主殿下准备的。除了那位精才华艺的正主，谁配坐那个位置？沈兰，你这个失心疯的贱妇，你知道那是什么位置吗？你都敢坐！沈兰，那把凤椅是圣上特意给从未露面的四公主殿下准备的。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商户女，竟敢坐上皇家至尊大座，这可是株连九族的齐天大罪！你现在下来，本将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贱人，给本郡主滚下来！沈兰，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你竟然当着本将的面，当着全京城百官的面，公然勾引野男人！谢景行，你疯了吗？你可是宰相之子，太子的开仆伴读，你为了这么个商户女，要和我们大将军府作对？谢公子，本将劝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沈兰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仅是个市井出身、满身铜臭的粗鄙妇人，而且不守妇道，手段下作的很。你护着她，只会脏了你宰相府的名声。正好，本公子也向来不是什么好东西。本公子以前天天惦记着别人的有妇之夫，如今瞧着，跟他正般配。谢公子，你莫要被这狐妹子骗了，她不过是个被大将军府休掉的弃妇，满身铜皱，哪里配得上你这般如玉君子？她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勾引你。宁月，收起你那恶心的脏心思。本公子守护洛儿10年，求而不得。至于你口中的休妻，那是内举休了裴云深，能被他休掉，那是裴家祖坟冒了青烟，而你，连给他提鞋，本公子都嫌手脏。闭嘴！今天最大的目的是讨好太子，只要重回大将军之位，这贱人随你处置。当年我当真是瞎了眼，竟为了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辜负了这般满眼是我的良人。父皇说的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看，谢景行确实比那狗东西强上1000倍。殿下，殿下，微臣知道殿下一直在寻找世间罕见的极品蓝田暖玉，微臣九死一生，倾尽裴家最后半数家产，终于为您寻得此宝。这可是我大将军府最后的血本了，只要圣旨一下，一切都能拿回来。兰儿，你瞧，这狗东西找来的暖玉，正好给你拿去捂手。裴云深，你给本宫记住了！本宫这2年踏破铁鞋寻找这块玉，是因为我小妹当年为了替你饮毒，落下了终生未寒的病根。本宫找玉是为了给我亲妹妹暖身子。沈兰，你个低贱商户女，也配用暖玉？好东西给你，那是暴殄天物。下贱胚子就该用破烂。裴大将军，你一个戴罪之身，一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破罗户，也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大将军之位，本将的家产没了，全没了。裴大将军，老夫劝你还是别想什么封号了。你体内的漠北奇毒已经彻底爆发了。胡说八道！我儿在边关3年，龙精虎猛，那毒明明早就解了，怎么可能爆发？解了？那是有人一直在瞒天过海。这3年来，四公主殿下每日刺破心口，用自己的心头血做药引，熬成秘药，日夜兼程送往漠北，这才强行压制住了大将军体内的毒性。如今四公主断了药引，你体内的余毒瞬间反噬。大将军，你往后不仅再也无法动用内力，而且这双手连剑都提不起来了。你彻底废了，废人，本将变成废人了。没有了武功，本将在皇家眼里连一条狗都不如。大将军的位置，我这辈子都拿不回来了。裴大哥，当年在江南水灾里，你从洪水中救了我一命，兰儿说过，这大恩大德，兰儿定会报答。今日我便以身引毒，将你的命换回来。原来是这样，原来她嫁给我是因为她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我明明知道自己是个冒牌货，却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肆意践踏了她整整3年。沈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兰儿，云深求见，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见我一面，看在当年在江南的份上，再救我一次吧。裴云深，你还有脸提起当年江南的事？圣上已经查明，昔日救下兰儿的是本公子的父亲，当朝宰相。你不过是偷了信物的无耻之贼，也配让四公主为你舍命？你用偷来的恩情作践了本宫3年，本宫没将你挫骨扬灰，已是皇恩高浩。来人，把这条满嘴谎言的赖皮狗给本宫当场乱棍轰走，脏了本宫府邸的地砖。鱼儿，你不能走，你不能抛下本将啊！我现在彻底废了，大将军的位置被剥夺了，这一身绝世武功也没了。你能不能看在咱们往日的情分上，看在本将在战场上为你出过气的份上，动用你们镇北王府的至尊势力，去求天下的神医帮我治疗？只要你帮我把这废掉的武功治好，本将只要重新手握兵权，本将发誓，这辈子在大将军府，本将一定对你百般顺从，绝不负你。本将封你做正妻，让你当一品诰命夫人。对本郡主百般顺从，裴云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现在那副鬼样子，
你现在就是个连剑都拿不稳的残废，一无所有的破落户。本郡主当初千方百计看上你，是因为你是统领3军的大将军，现在你连大内龙卫的一把刀都接不住，还想让本郡主陪着你吃糠咽菜，守着这破窑子等死？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云深哥哥，你这又是何苦呢？你当真以为月儿是个贪图富贵、无情无义的小人吗？不是月儿狠心不救你，而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以身引毒之法实在是太过凶险。那沈兰能扛得住，是因为她自小在皇宫里贵为公主，每天各种千年灵芝、万年人参当水喝，这才养好了底子。可月儿要不过是普通的千金之躯，若是我也许有了个3长2短，在这偌大的京城里，谁来为云深哥哥你的前程奔走？云深哥哥，你且放宽心，月儿今日离开其实是为了救你，我这就修书给父王，让他老人家动用镇北王府在漠北和境外建立的100年人脉，你且在府里等我的好消息。蠢货，等本郡主回了镇北王府，拿到了你手里最后那3万玄铁卫的联络图，第一件事就是求父王下旨退了这门亲事。谁要陪你这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废人等死？是兰儿，我就知道他忘不了我，他肯定是心软，派龙卫接我回宫诊治，快带我去见他。老婆子，我就说那死肥婆离了我儿活不下去吧！区区商户女，当了公主也改不了那股子贱骨头，狗奴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叫沈兰那个死肥婆亲自滚到裴府大门口跪下磕头，求我儿原谅她，否则我裴家的大门，她这辈子也别想再进一次。奉四公主口谕，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今日四公主殿下开恩派人前来，可不是来接你这残废回宫享福的，而是为了取回当年沈氏过门时留存在你裴府的全部嫁妆。你6年吃沈家用沈家，整座将军府都是公主银子砸出来的。尽数搜缴，凡属公主之物，通通搬走，尽数清零，绝不留给这群忘恩负义的丧家之犬。遵令。沈兰，你当真这么狠心要逼死我吗？放手！你们这群强盗不能搬啊！那是我们大将军府的东西，进了我裴家大门的门槛，那就是老身的东西。你们这是明晃晃的抢劫，天理何在呀？裴老夫人，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6年，你吃我沈家的，穿我沈家的，连你身上这件蜀锦老太太袍，都是四公主用银子堆出来的。如今正主洛策，你这个老货，也该把吃进去的脏东西通通给本公公吐出来了。再敢撒泼阻拦，大周律令，意图盗窃皇家财产者，当场斩断双手。公公慢走，求您在四公主殿下面前帮云深带个话吧，就说云深真的悔不当初。只要兰儿肯见我一面，本将愿意亲自去皇宫门前跪上3天3夜认错啊！狗东西，四公主的名讳也是你叫的呢。公公，你肯帮我传话了是不是？我就知道兰儿传娘的话，裴云深你还在这做春梦呢！老子在外面定了位置，被皇家撸了，家里的资产连根毛都被你老婆搬空了，你现在就是个连路都走不稳的死瘸子！老子那2万两抵押樊子的欠款，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老子今天就放干你的血！裴云深，老子以前敬你是统领3军的大将军，这才把老子准备开上号的5万两银子借给你去买什么破暖玉，现在倒好。
你大将军的乌纱帽被摘了，家产产业被四公主抄了个精光，连这栋老宅都被大内侍卫贴了封章。老子不管你那些皇亲国戚的破事，今天你拿不出银子，老子生生卸了你这一双狗腿喂鱼。月儿，救我！你快把你包袱里的那些金银首饰，把镇北王府的银票拿出来还给他们。本将向你发誓，只要本将回了漠北，定会加倍还你。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该死的废物！要不是父王和太子的起事大吉，还用得着你手里捏着的那1/3镇北军的残余兵符？本郡主现在就恨不得让寨主一刀劈了你，还想动本郡主的私房钱，简直是做梦！不给是吧？那老子今天就先收利息！兄弟们，动手！住手！拿着这些银票赶紧滚！剩下的2万两，让他给你们打欠条。本郡主倒要看看，谁敢在镇北广府面前放肆！成！看在郡王的面子上，老子让你打欠条。裴云深，你给老子记住了，下个月要是见不到银子，老子把你裴家祖坟都给掘了！兰儿，那些破烂玩意儿在裴家放了整整3年，早就沾染了那个破落户的晦气，脏了咱们皇家的东西。父皇早就发话了，已经在内库挑了100倍、1000倍的崭新珍宝，统统送去你的公主府。听哥哥的话，这些旧东西直接一把火烧了干净。大哥说的对，二哥刚刚已经调遣了3000城防军，将裴家宅邸层层围堵，管控严密。小妹，只要你现在点个头，哥哥这就带人前去追责，定要让裴家上下付出代价，为你洗刷委屈，泄尽心头木气。哎呀，大哥、二哥，瞧我这脑子！老三，你拽我干什么？老子还要陪兰儿！放开本将军！本将军还要去调兵。兵部刚刚送来了漠北的绝密军情，父皇正在御书房发脾气，等咱们过去呢。快走，快走，别在这儿耽误小妹清点物资了。这，兰儿，哥哥们说的对，旧的东西拿回来烧了便是，不值得你耗费半分心神。今夜正好是京城的上元灯会。听闻朱雀大街上百灯齐放，热闹非凡。兰儿，可愿陪本公子去走走？今夜花灯比往年更盛，只要与你一同，便觉处处都好。沈兰，你这个不知廉耻、水性杨花的荡妇！本将才跟你和离了几天，将军府的牌匾还没摘呢，你竟然这么快就勾搭上了相府的公子！亏得本将当年在边关还觉得你是个安分守己的贤内助，你如今的做派简直让本将觉得恶心，自甘下贱！自甘下贱！裴大将军，本宫当年为了救你以身饮毒，换来的却是你转头就迎娶镇王府郡主，联合恶婆婆百般折辱宫。本宫这跟你裴大军比起来，当真是彼此望尘莫及。沈兰，光靠嘴皮子有什么用？今天这朱雀大街比的是满腹经纶。云深哥哥当年在漠北也是1等1的儒将，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有本事咱们就比比这摘星台的文士登泥，看谁有资格拿走那盏至尊8宝玲珑灯。好，诸位贵人听好了，这最后一题那是宰相府亲自出的千古绝对。画圣画画画百花，百花引蝶，谁当场对出下联这价值千金的8宝玲珑灯，也双手奉上。哈哈，这有何难？本将对。战神迎战，战万马，万马奔腾。粗鄙之语，狗屁不通。这等下水料也敢拿来在内子面前丢人现眼？听好了，本公子对诗仙诗诗诗千古，千古留香。胡闹！真是丢尽了我镇北王府的脸面。宁月，本王千方百计送你去接近那裴云深，就是为了让你彻底掌控他。可结果呢？他现在不仅丢了大将军的兵权，还被那四公主沈兰当众扒光了底裤，踩碎了家产，彻底沦为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残废。你居然还为了这么个废物，赔上了2万两私房钱！父王息怒，女儿何尝不知道那裴云深现在是一堆烂泥？可是咱们的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满朝文武都知道大将军府和咱们王府走得近，更何况那裴云深就算武功废了，官职没了，他手里可还死死捏着当镇北军留下来的最后3万精锐玄铁卫的秘密兵符，那可是驻扎在京郊唯一能与城防军抗衡的死士啊！若没有那枚兵符，咱们半月后的起事拿什么去跟宫里那3个皇子拼？算你还懂几分大局。东宫那边的赏花宴一过，圣上已经开始暗中削减本王的藩地。本王若是再不反，就只能坐以待毙。宁月，本王再给你最后3天时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兵符到手，这大周的天下未来便是咱们父女的。到时候本王要那沈兰和谢景行跪在你的脚下当狗。
云深哥哥，你可算醒了！今夜你在大街上吐血昏迷，差点吓死月儿了。那个沈兰和谢景行简直欺人太甚，他们怎么能用那种下作的手段来羞辱你？月儿，本将已经彻底废了，没钱没势没武功，本将现在连个站不起来的废人都不如，连那个摊主都敢嘲笑本将，他怎么敢用那种眼神看我？真是个没用的软脚蟹！沈兰当年怎么会为了这么个垃圾以身引毒？要不是为了兵符，本郡主现在就一刀宰了你。云深哥哥，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沈兰能扛得住当初的漠北七度，不过是因为从小在皇宫里用无数名贵药材养着身子，换作是我，肯定一天都扛不住，早就死在床榻上了。你说的可是真的？她能扛住，只是因为她是公主？当然是真的。月儿心思单纯，可不像沈兰那个心机深沉的女人那么蠢。云深哥哥，你听我说，月儿已经连夜写了求助信送回镇北王府，父王已经在秘密召集天下的神医，定能为你寻得断骨重续、内力恢复的绝世神医。兰儿，我就知道，昨晚在灯会上，他肯定是在跟谢景行演戏，故意气我的。他现在一定是嘴硬心软，知道本将伤重，特意派你们来接本将回宫治病的，对不对？裴云琛，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四公主殿下当年的嫁妆余存账册。昨日大管家带走的只是明面上的大件，四公主交代，今日前来是要将落在你裴府里的全部私产，小到一针一线，甚至是当年出资为你们母子买的这栋宅子里的地砖，统统扒光运走，一件破瓦也不留给你们这群无耻之贼。不能办，那是我们裴家的财产，进了我裴家的门就是老身的东西。你们这群强盗，老身跟你们拼了！老家伙，再敢阻拦，当场斩断你的双手喂狗！公公，求您帮我给兰儿带个话，就说云深真的悔不当初，只要他肯见我一面，本将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公公，你肯帮我传话了是不是？只要兰儿肯原谅我，传个屁话！裴云深，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将军呢？老子在外面盯了你们一天了，你大将军的位置彻底没了，现在连你老婆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特么搬空了，老子那2万两银子的欠条，你今天拿什么还？月儿救我！快拿你父王的银票还给他们啊！该死的下贱货！本王府的银票是用来起兵造反的，竟然要浪费在这些地痞流氓身上。裴云深，你真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吸血臭虫！不给是吧？兄弟们，先把这废物的10根手指头给老子一根根剁下来当利息！拿着银票滚！以后再敢踏进裴府一步，本郡主让镇北王府灭了你们满门！兰儿，你瞧瞧这陈家的小子，文弱的跟小鸡崽似的，哪能保护你？还有这赵家的，说是习武之人，连二哥一巴掌都接不住。父皇说了，这回你要是选不中5个，就不准回府。参见3位殿下。兰儿，今日朱雀大街有牵灯会，景行想请你一同前往。走，大哥二哥，父皇那儿刚得一坛好酒，咱们赶紧过去，别在这碍眼。兰儿，这世间繁华万千，可在我眼中，唯你一人是归主。那裴云深不配得的，我谢景行愿求一个机会，守你百岁无忧。谢景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能再等了。裴云深那个废物虽然给了1半兵符，但剩下的3万玄铁卫依然按兵不动。那群死士只认沈家血脉，若不把沈兰抓到手，咱们根本进不了皇城。父王，沈兰明日要去寒山寺为太后祈福，那地方山高林密，最适合埋伏。只要抓住了沈兰，太子和那3个皇子就是拔了牙的虎。到时候女儿要当着全情百姓的面划烂沈兰那张狐媚脸，让她跪在地上求死。有刺客，保护教撵！沈兰，跑啊！怎么不跑了？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沈兰，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当年在江南大水里，裴云深其实是冒名顶替的。你这个蠢货，为了一个骗子以身引毒，当了3年的受气包。宁月，动他一下，本公子要你镇北王府陪葬。小心！我们走。
什么？沈兰已经起疑了。谢景行今天出现了，他身上那块长命锁才是真货。不能被他发现，那是我唯一能留住他的东西。月儿，要是他知道我是骗他的，他会亲手杀了我。裴云深，你告诉我，这3年你到底是凭什么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我的付出？兰儿，我错了，我当初只是太想让你留在我身边了。哼，是我偷的又怎么样？3年前，谢景行在江南洪水里把你捞上来的时候，本将就躲在不远处的芦苇荡里。本将看着他力竭昏迷，看着你醒过来的时候眼神涣散。沈兰，你知不知道这3年我心里有多怕？我偷了原本属于谢景行的，我天天看着你为了我无怨无悔的付出，甚至为了我以身饮毒，那可是救命之恩，那恩情太重了，重到我这辈子、下辈子都还不清。你对本将的恩情堆积的太多了，多到压得本将喘不过气来。还不清的恩情，最后在心里就变成了恨。本你为什么我这么好，恨你为什么要救我？偏偏要让本将这个当大将军背负这么可欠情，所以本将作践你、羞辱你，只有这样，本将的心里才能平衡。可是兰儿，等本将把你休了之后，本将才明白，本将早就已经爱上你了，我真的爱上你了。求你再给云深一次机会，这一次没有了那枚锁，本将一定加倍对你好。裴云深，你这病态的借口，只让本宫觉得恶心。冲进去！大周气数已尽，只要灭了当今圣上，本王封你们所有人为开国功臣。沈兰，你竟敢主动送死！京郊的3万玄铁卫听令，给本王踏平皇宫！镇北王，你真以为本宫这3年在大将军府是白待的？那3万玄铁卫只认本宫手里的真龙吊令，你手里那块不过是本宫半月前故意让裴云深刻给你的假货罢。杀无赦！你这个畜生！沈兰，一起下地狱吧！本郡主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小心！杀！兰儿，3年前你用命救了本将一命，今日本将这条命还给你了，求你下辈子能不能不要再恨我了？裴云深，你我之间今夜彻底冷清。臭要饭的滚远点，别挤着我！今天可是4公主和谢大人的大喜日子，新郎官发慈悲，人人都能领一碗浓稠的喜粥。你个死瘸子急什么？说起来，那当年的裴家真是全天下最大的闯祸，放着这么好的金枝玉叶不要，偏去宠个妖女。听说那裴大将军最后死得连狗都不如，真是老天有眼！跪下！你们都给老身跪下！老身的儿子是大将军，老身的儿媳妇那是当今的4公主沈兰，老身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公主婆婆。白哥，是好，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兰儿，这3年风雨，往后换本公子来陪你。